来了一趟中国，冯德莱恩便顺眼了。沉默10天后，冯德莱恩终于开口。这次他对中国的评价很不一样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新乐锐评。开门见山，咱们先说观点。来了一趟中国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似乎便顺眼了许多。此前我们对冯德莱恩的认知可不是很好，毕竟反华经典语录里面，冯德莱恩也算得上是打头阵了。但前阵子，冯德莱恩随着马克龙一起来了一趟中国，回去就处于闭关状态。要知道，在访华之前，他的个人社交账号几乎是每天都要更新的。而此次访华后，我们不仅看到了马克龙开始挺直腰杆，也看到了冯德莱恩对华的改观。没错，在访华结束后，沉默了10天的冯德莱恩，在一场会议现场发表了对中国的看法。而这次他对中国的评价很不一样。为此，有网友不禁问道：冯德莱恩是不是召唤出第2人格了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冯德莱恩到底说了什么，能让世界舆论发生变化，或者说很惊讶。首先，他表达了对中国发展的肯定。他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实现了脱贫，成功转变为一个现代经济强国，并且在科技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升。其次，他推翻了此前的想法。他表示，欧盟不会和中国脱钩，这是不明智的举动。站在利益的角度来说，中国是欧盟重要的合作伙伴，每年双方的交易额都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数目。我们都知道，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冯德莱恩是一个亲美的政治人物。此前，在美国主张对华脱钩的情况下，在欧盟的领导下，欧洲不少国家为此将对华脱钩常挂嘴边。但冯德莱恩来了一趟中国之后，换了一套说辞，这在多少人的预料之外呢？为此，也有网友用“拔剑四顾心茫然”来形容自己当下的心情，大意为已经准备开骂，但是发现是友军，很是迷茫。不过，咱们现在高兴呢，还有点为时过早了。尽管冯德莱恩表示不能对华脱钩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也表示必须要减少对华依赖。至于说出这样的话，其实不难理解，毕竟还要在意识形态上和美国保持一致，所以要减少对华依赖。总体来说，冯德莱恩能有这样的改变实属不易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归根结底，中国的实力代表了中国的话语权，这影响着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会对中国改观。从冯德莱恩对中国的改观，我们发现冯德莱恩不只是会敌对中国，欧洲内部并非是铁板一块，甚至西方世界也并非铁板一块。世界上能够得到尊重和话语权的，并非只有武力，经济也同样重要。此外，保持良好沟通是减少误判的最好方法。当然，前面提到的良好沟通，那是有一个前提的，那就是平等。倘若对方认为自己高人一等，那么这种无效沟通就没有必要存在。简单来说，谈得拢就好好谈，谈不拢就没有必要谈，这是我们的态度，也是我们最近对待美国的态度。不难发现，来了一趟欧洲，冯德莱恩变得更顺眼了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相由心生？各位觉得呢？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